今年在越南岘港所举办的 APEC 经济领袖会议，谢谢各位的努力。会议已经圆满落幕，任务也都顺利的完成，大家辛苦了。首先，我还是要非常感谢我们宋领袖代表，再一次的代表我出席这一次的亚太区域中最重要的经济合作论坛。在这个各国领袖齐聚的场合，台湾没有缺席，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呼应今年 APEC 的主题就是创造新动能，育成共同未来。我们全力支持 APEC 促进结构改革以及实现永续发展目标的方向，并且在4个优先的议题领域上都分享了我们所发展的经验，说明了我国能够为国际社会所做的贡献。那么在这次的会议中，包括宋领袖代表在内的代表团的成员，都在各项的多边、双边的会议上，和包括美国、俄罗斯、日本还有东协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领袖、官员代表以及重要的企业领袖，能够交流对话，也和中国大陆的代表有自然的互动。那么这些努力都代表着台湾有决心在 APEC 的架构下，透过推动自由化跟便捷化的政策，支持多边跟区域贸易体系，并且跟各国增进彼此的合作的关系。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领袖代表跟美国国务院上农次卿、澳大利亚驻胡志明市的南洋总领事共同宣布成立了 APEC 妇女及经济子基金。那么这项努力除了彰显我国在推动妇女赋权的成果之外，也代表了我们在扩大女性参与经济的具体的行动。那么性别议题是一个跨领域的议题，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国际的合作，把性别的观点融入各个的领域，才能够顺利的落实包容性经济成长的价值。那么这几天，宋领袖代表也把握机会，和相当多的新南向国家的领袖互动对话，无论是双边的会谈或者是透过交流，分享台湾的发展经验，都是身体力行新南向政策，不仅传达了过去1年台湾在区域发展的努力与愿景，也让其他国家的领袖了解，我们可以在区域经贸关系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在这次 APEC 之后，我们也看到了 TPP 有了新的进展，那么这证明透过对话与交流，推动更广泛的经贸合作，依然是世界各国共同的期待。那么当然，新的进展是机会，也是挑战。政府会全力以赴，持续的调整产业结构与体制，也向区域间的国际伙伴展现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最大的努力及企图心。台湾要走出去，我们会争取每一个国际场合发生的机会，持续提高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展现我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跟责任。这就是我们要走向世界的原则。外交工作靠的是经年累月的累积，一定要不分朝野、不分颜色、不分政府民间，通力合作，才能够完成任务。我要再一次感谢各位的辛劳跟努力，大家辛苦了，谢谢，谢谢。